这两天好多人给我发消息说，马老师大事不好了，美国对 C919 下手了，把咱们的发动机给断了。然后给我一篇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暂停向中国商飞出口发动机。说实话，这个标题起得挺直接挺吓人的。但是我有一位德艺双馨的老学长曾经说过，西方记者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跑得快，一个就是喜欢整大新闻。所以路透社这个表述我们要打个问号。但好在他也说了自己是引用的纽约时报，那咱干脆也别看正文了，直接去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标题是这个：美国暂停向中国出口飞机和半导体技术。你看这个意思是不是和路透社的区别很大？所以说咱可以开二手车买二手手机，但新闻还是不能看二手啊。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不算长，如果用 A4 纸打出来也就3页，而且有很长的篇幅在讲美国对中国禁用芯片设计的 EDA 软件。没错，美国终于对中国的工业软件又下手了。我通读了好几遍，发现和发动机有关的关键信息就3段。第一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了美国公司向中国商飞出口产品和技术的部分许可。第二段，美国商务部拒绝对此消息表态。第三段，美国通用电气、霍尼韦尔以及西门子这些飞机供应商拒绝对此消息表态。总结一下， C919 的发动机断供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官方消息，现在全世界流传的就只有匿名人士的一句话：美国暂停向中国商飞出口部分产品和技术。至于这里说的部分产品，指的就是 C919 的发动机 LEAP-1C， 还是商飞用来升级飞机或者说研制新飞机用到的零部件。匿名人士并没有说，毕竟商飞在做的项目并非只有 C919 的量产，还有 C919 的升级、C929 的开发，甚至 C939 的预研。美国人没有提供多少有用信息，净他妈吹牛逼了。那中国这边呢？官方肯定还没有消息，我就去问了我在商飞和商发工作的同学。当然他们都是基层的小卡拉米，毕竟才18岁出头嘛，高层大佬我也接触不到。他们给我的反馈很一致，我们看到的消息也都来自网上冲浪。好了，事实很简单，我们已经梳理清楚了，下面就开始发表观点。我认为美国不会对 C919 的发动机断供，因为划不来。对 C919 这类单通道客机来说，2台发动机的成本可能占到整机成本的 30%， 甚至更多。如果再考虑到飞机上的其他美国系统，比如航电、飞控、辅助动力，这一架飞机卖1亿美元，美国公司就有可能拿走5000万。美国更有动力去做的事儿是阻止中国获得新发动机以及新的机载系统，因为这些东西一旦国产化，美国本就风雨飘摇的制造业就进一步雪上加霜了。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美国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群众说的禁令，禁的是 C919 量产之外的项目，甚至目标都不一定是中国商飞，还包括商发以及商飞的其他国内供应商。一个美国人很可能误以为商飞和商发就是一家公司，毕竟2家的业务很像。别说美国人了，咱中国人能把这2家公司搞明白的人估计也没几个。当然以上观点是我的，你可以不同意，也欢迎讨论反驳。说到商发，它的全称是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成立，仅仅比中国商飞晚了1年。商飞的产品 C919 已经飞了2年，拉了200多万人了，但商发的产品长江1000发动机还处在开发阶段，由此也能看出来航空发动机的研制难度。长江1000发动机是 C919 的国产发动机，也就是说咱们从造大飞机开始就规划了发动机的国产替代，即便当时中美还处在蜜月期，你侬我侬的。长江1000目前已经在试航取证阶段，2022年10月商发的公众号就发了文章说商发召开长江1000A 试航取证工作动员会，但也许是想低调，没过多久这篇公众号就删了。说到这儿插一嘴飞机发动机是需要独立于飞机单独取试航证的，因为它独立性强，功能关键，对飞机的安全影响大。世界各航空大国都有专门针对发动机取证的试航条款。中国的是航空发动机试航规定，如果你是造发动机的，千万要熟读这个规章，不然村子老大爷都要笑话你的。2023年3月，网上出现一个视频，一架白色涂装的运20装了一台格格不入的发动机，明显比另外3台更胖。这台发动机显然就是长江1000。2024年8月，民航局试航审定中心开大会，提到他们的核心任务有2个：
一个是做好长江以前发动机的型号审定，一个是支持 C919 取欧洲 EASA 的适航证。通过这些信息，想必你也能感觉到长江以前发动机它快来了。即使此时美国对发动机断供了， C919 的生产肯定会受影响，但影响不至于致命。5年之后他妈又是一条好汉。最后作为一个工科生，再说点政治不正确的话，都说贸易战封锁断供没有赢家，但实际上怎么可能没有赢家呢？如果不是航空领域的断供，我们西工大、北航、南航这些学校毕业的人会有军工研究所之外的选择吗？如果不是工业软件的断供，那些学流体力学、学有限元的人怎么会有机会亲自开发软件呢？只需要把老外的软件用熟练就足够了。如果不是半导体行业的断供，又哪来那么多芯片设计岗位呢？而且工资还都那么老高。好了，俗话说有热点不蹭王八蛋，我就蹭那么多。大家端午小长假快乐啊！